就我们这里边要做的实验呢是那个7414啊，那7414是一个NOT 啊，可是它的输入不太一样啊，它的输入是所谓的这个舒密特触发器啊。那所以今天的主轴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舒密特的触发器啊。那细节呢，你也可以到那个维基啊上面去看一下啊，它大概一些说明。那简单讲大概就是这样。左边呢，左边这个是一般输入，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啊7400啊7410啊7402啊，他们这种输入呢都是这个就是一个 mapping 的曲线，就是横轴是 input， 纵轴就是 output 啊。那你不管从哪个方向移动，它 output 跟 input 的关系大概就维持这个样子啊，它是一个1对1的mapping 的一个结果啊。那但是呢，如果是这个 Schmitt trigger 的 input 啊，它那个反应的时间会不太一样啊，反应的时间就它不会是一条线啊，就是这个一线你从这边过来是这样，那从这边过来是这样，那这条线呢是这样，它从这边 input 从高电位到低电位，它会走这样黑色的啊，可是你如果从这个 input 从低电位到高电位，它就会走这里。那有这样的特性，就是叫舒密特触发器。那如果你看到有这个 symbol 这个 symbol， 那代表它的 input 的端有这个效果就是你只要看到电路图上有这样的，其实很多地方你只要看到这个，代表它就是有这种舒密特触发器的效果。那它在这个 datasheet 它在你如果去 download 它的 datasheet 就是比方74 LS14其实就是7414或这种系列的 IC 它的参数呢就会跟之前不太一样输出部分也是一样输出部分up high up low 3.4 0.2差不多是这样3.4以上那这个输入它就多有一个 VT 正 VT 负那 VT 正呢 typical 是 1.7， 然后这个 VP 负呢如果是 LS14 就是 0.8那可是你可以注意到这边其实它的 range 其实还蛮大的range 其实还蛮大，就是 1.7 1.6它可能是 1.4 1.9在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两个差VT 正 VT 负的差就正常大概 0.8 左右可低有可能到 0.4所以这个是每一个 IC 就算是同一颗型号的，它还是会不太一样。好，那 OK 那所以它的尺字曲线是长得像这个图，老师画来这个样子它跟那个因为它是反向的，所以就会上下颠倒，就是这个图老师忘了把它替换掉好，那第一个实验呢，其实就是请你把这个标示出来这几个点把它标示出来那这个是大概的接线图第7呢是那个 ground 嘛，这是 VCC， 然后呢这边产生一个三角坡等一下那个影片你大概会看到然后这个是 channel 1 channel 2呢就是 output 然后用示波器两个 channel 去看这看的结果大概是这样那等一下老师影片里面呢大家也会做一个说明。那最后就是请你把这个我们要标示的地方标示清楚这4个这个 high low 的电压，还有它这个 VT 正 VT 负的电压把它标示出来。它的一些应用大概是像这样，就是在这个是一个 TI 的这个叫 application note， 它里面呢稍微还有写一些其他的了那最后也有一小段它讲到说这个应用面
他举了3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把一个什么 sine wave 转换成一个 square wave 像这样。第二种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讯号是有些 noise 就是说你这个讯号上会有一点点这种曲线这边上下摆动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说明的这个摆动的范围不能超过那个 VT 正 VT 负的这个大小你超过它的大小，那还是很可能会错它只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大概 0.4 到 0.8 伏那如果你的这个杂讯没有很大，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过滤掉或者呢是你的这个输入的讯号这个很缓慢，它速度非常的慢速度非常的慢。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一般的 input， 它有可能就会误判因为它就是在那个临界点高低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误判这时候就需要用这个舒密特触发器。好，那我们开始来看那个实验的结果老师故意放2个 IC 左边这个就是7404它就是一个反向一个 NOT。那右边呢这个就是74那个14就是有那个舒密特触发的 input 所以老师故意放这2个，然后呢让我们就可以比较很快的来看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异那这个接法应该是蛮容易的，一样14 pin 呢，这个是接5伏，然后呢下面这个第7 pin 呢就是接 ground 那这个 pin 1这个是 input， 然后 pin 2呢就会是 output 那老师就把 pin 1呢把它接在一块pin 1呢就是一个这个 function generator 那一样我们可以产生一个三角坡，然后看它的 output。那这个是所以呢 channel 1看的是三角坡， channel 2呢看的就是它的 output。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7404它的结果，然后再来呢看7114的结果。那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老师大概只会给你7114的所以你大概就直接做7114的结果来记录就好。好，这个是那个示波器的结果图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74047404好，那大家可以看到7404这个是三角波就是 input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确认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的那个碳棒是不是切在乘以1的那个档位不要切到乘以10。另外呢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每个 channel 它的状态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 coupling 大概在这个地方coupling 它是要那个 DC 因为你要把三角波的 offset 往上调再来呢就是你的这个 probe 的 voltage 要这个乘以1你不要乘以10，那这样它的状态就完全不太一样好，那我们来看然后呢老师习惯，因为我们要看2个波形，所以你可以把这2个 channel 1 channel 2呢把它叠在一起所以 channel 像这个 channel 2你可以往上往下调嘛，那老师习惯就把它调在一块，这样因为我们要看2个波形的样子那我这边呢就是每一格的电压1伏特1伏特，所以 channel 1 channel 2我让它的那个 scale 是一样的那三角波的请你呢就调到大概像这样，它的低点是在0伏特，高点就会在大概在5伏特因为我现在是一格是1伏特嘛，所以1 2 3 4 5这大概是5格，所以高点就5伏特，低点是1伏特那它的频率比较没什么差异了，反正你就给它调到
这个几百赫兹啊，1K 赫兹，应该都可以看得到这个现象啊。那7404我们之前已经量过一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切换的点啊，它是个反向啊，所以电压下来的时候呢，它就变这个从 low 变到 high 啊。那你可以看到它们这两个点变化的点其实是非常的接近吧。好，那我把它切到 channel 2的 cursor 啊，这个点啊，这个点呢差不多就是在 2.5 伏啊，那它的输出的高点啊也差不多是在将近5伏特啊，所以它这个 IC 呢输出高点大概可以到5伏特，那它的转换点啊差不多啊。这个应该看 channel 1，好，我们看 channel 1啊，channel 1的电压呢，那这个点呢，差不多也是在 2.5 伏啊，所以它在 2.5 伏的时候做转换啊，就是往下超过 2.5 伏，低到 2.5 伏以下，那它就变成 high 啊，那往上变高的时候，高到 2.5 伏，那它就反向，它就变 low， 所以它在这个变化的点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是7404啊，这是一般的反向的放大器啊。那如果我们把它切换成有舒密特效果啊，那这个你就可以拍一张图啊，然后来记录一下它切换的点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做就不用拍这个了啊。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把它切换到7414啊，那74就是我们要记录的部分啊。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可能会有点像抖动这时候没关系，你就可以按那个 stop 啊，你就让它这个停下来啊。那另外一个你可以那个按那个 single trigger 啊，因为它就一次 trigger 一次啊，它就会停下来啊，它不会连续去抓资料啊。那你这个方式你会比较好看啊。那这个你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两个长得不一样啊？它会在大概800多millivolt，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大概是在大概在这里1.76 OK， 所以它在 1.76 伏的时候，那个对 1.76 伏的时候是那个从 high 变成 low， 好，可是它从 low 变到 high 的时候，它的那个转换的电压其实只要大概866 millivolt 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观察到的这个舒密特 input 舒密特触发的 input， 它就有这样的现象它的转换的点会根据它的状态会不一样low 变到 high 变到 low， 它的条件这两个是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记录一下这两个时间点。那个 RC 的充电跟放电那这边有一些参考的资料，你可以自己再进去看那 RC 的充电是这样，就是说基本呢，我们有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串起来，然后呢这边是一个给它一个电压，那电压之后呢，刚开始电容是没有电的所以呢你这边放一个那个电表，你就会量到电容的电压是0。这个开关那个关起来之后它就对电容充电，电池经过电阻，然后对电容充电这个是它那个电容上，也就是它的输出它的输出的电压的这个波形大概这样，
横轴是时间了，纵轴就是它的电压，满了就是 Vs， 就是电池的电压。那它大概会有这样一个曲线。那介绍这个参数叫做 time constant T 或者是 tau 那这个就是电阻乘上电容的值。然后呢，这个电容的电压它可以，这个就是用微分方程应该就可以算出来就是解出来，然后 Vs 大概会长得像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观察几个数据如果是一 t 就是一个时间常数一 t 它的大概是全部的 0.63所以如果这是5伏，大概就是 0.3大概可能 3.1 伏左右吧如果这边是5伏，这个就大概 3.1 伏然后2t 3t 4t 到 5t 基本上它就有点像充饱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大概跟大家介绍时间常数，还有呢大概 5t 之后它大概就是充饱那放电就是反过来，放电就是本来刚开始呢这个有电压，然后呢把它关掉之后关起来之后这边是短路所以这边会经过电阻，然后把它那个放电这边会经过电流是方向这样这个电流慢慢就不见了那放电曲线它就会是这样放电曲线是这样它形成一个 exponential 的 decay 那如果我们观察一样观察这个时间常数在1t 的时候呢，它反过来就是剩下 0.37， 所以这个放电速度会快很多其实应该是算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是充电是 1t 呢就充了 0.63 了，放电的话就是 1t 就放掉了 0.63 的电压因为你如果去看这个公式，基本上就是1再减掉这一项那所以呢到了 5t 基本上就好像是没有电压就变成是0 OK 好刚刚忘了讲一个一半的是什么？一半是 0.7t 如果大概一半的时候大概是 0.7 这样OK 好，那第二个实验呢就是说我们来做这个 RC 的充放电那你会拿到一个电阻跟一个电容，电阻我们老师测试过大概是可以用 1K 然后电容可以用100迈。那如果这个电阻那个它的可能不见得都是 1K 那电容也不会是刚好是100迈所以这个我们必须用那个商店码去量电阻，电容呢要另外一台有些同学的桌上已经有，那老师会摆一台在前面的桌上，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量那个电容真正的值因为我们要算 RC 嘛RC 算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有这个理论值还有实验值那理论值多少实验值多少这个其实是在这个网站上它有图老师等一下再把它补上去那我们做的方式呢，等一下影片就会看到那这大概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这个是那个 RC 充电的这个样子那它会从0伏大概充到5伏的这个地方0伏充掉5伏的地方，然后因为1K 跟1000迈嘛，所以大概是时间长数大概是100 millisecond， 所以我们看100 millisecond 充了多少100 millisecond 大概充了多少好，那这边看到的是从这边如果开始数是 2.6 了 2.61 好 2.61 然后呢可是它的起点大概还有负 2.66 负 2.6 多了也就是说其实老师没有调得很好，没有把起始点调到0就是那个方坡
不是从零开始的，所以这个同学们在做实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它应该是1T 大概就是0.3嘛那如果是我们从这里开始算，从这里开始算，再到这边大概是0.28快2829了0.29，所以是稍微少一点点稍微少一点点但是还是请你把1T、2T、3T 稍微记录一下跟理论值跟实验值对照一下因为老师没有去量电容了，电容的误差会比较大，电阻误差可能小很多了但电容误差就会很大。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看那个RC 的 charge 跟 discharge。好，那我们呢需要用好，先看一下 RC 的地方这个是那个电阻，那这个是电容那电容一个是接到这个负的地方然后电阻呢再跟电阻接，那所以我的 input 会放这里 ，OK， 这是 input， 好，那好，那这个老师用的这个那个面包板它这边呢其实是分开的，左右是分开，所以我必须把这个 ground 还是要把它接到右边来这样才它ground 才是有到右边来的好，那再来呢，我就是一样是看这个是 channel 1， 然后呢 channel 2呢就是看中间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的 output。好，那我们就切到示波器来看来看一下示波器。好，示波器呢，我们必须把它切换成方坡这个 input 要是一个方坡。OK， 好 ，input 是一个方坡那频率呢要低一点因为它跟 RC 的 time constant 有关。目前老师那个电阻是大概1K 左右，电容呢是大概100，那个100那个微法拉100麦了100麦100麦100麦就是100再乘上10的负6了100麦那它合起来的 time constant 大概就是大概在 0.1 左右吧大概 0.1， 也就是说100 millisecond 吧100 millisecond。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好，那我们必须把它的频率调低一点，因为现在的频率呢是这个，你看看是332赫兹那频率调低你才看得到那我把它调到1赫兹。我们必须继续往下调，继续往下调。好，这样就比较好看一点了。OK， 好，那因为它频率已经很低了就是你要把它调到，你可以看到它 high 会跑到 high low 会跑到 low high 会跑到 high，low 会跑到 low 这样那频率太高的话，它就不会了。你看频率太高它就没有办法冲到满所以你要把尽量把频率调低。
啊，让它调慢一点了。没有它在跑没关系，你就让它 stop 就好了。那我就把按 stop， 这样你就可以去做那个量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hannel 2的。好，我把它整个调好一点好了。然后方形的。方形的，把它调上去。好，这个是圈圈的电压哈，就是它的起始的时间了哈，圈圈就是它开始变化的时间在这里。然后呢，方形我们要放到哪里去？方形的 ，OK， 要调一下这个。对，我们先看时间啦。时间的话，好，时间，好，时间我们要看什么？假设它是那个100 millisecond， 好，那我们就是给它调到100，100，好，然后呢，这cursor再把它差不多在这里啊。那它的电压是2.61啊。那如果以 RC 来看了，它所谓的这个假设 RC 是100啊 ，RC 是100的话啊，那它的那个电压应该从低点要 charge 到0.6的样子啊，大概就是0.6啊。那5伏特所以0.6，它应该是会比较大概是3伏特，所以它正常应该要跑到3伏，跑到3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弄一个很 sharp 的，我们只是用一个讯号产生器产生一个防波所以这边有几个并不是很完美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我的电阻，其实我没有去量测它的电阻值，电容呢其实也要去量测它的电容值所以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把前面放一台那个量测电容那电阻用三用电表去量那电容的话你就需要有那个实验室的那一台有一台它是可以量电容值那我们用量完电容值，然后电阻值，你再去算，所以它的 RC time constant 那你可以看RC 的地方然后去记录一下不同 RC 它的电压的变化不同 tau 啦不同那个 time constant 的比例，它电压的变化大概是怎么样好，那这个是那个充电的部分，对不对？那放电的部分呢？放电的部分你就再让它跑一次嘛，然后呢就看放电。OK， 那这个就是放电的部分那你放电一样，你就可以用 cursor 然后去做实验的记录一个 tau 2个 tau 3个 tau， 那分别对应的电压是多少那通常就是5个 tau 之后基本上它就已经放完电5个 tau， 所以差不多就是1、2、
3、4、5，差不多在这里5个涛之后，差不多就放完电了。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观察的第二个实验，也就是说 RC 那个 charge 跟 discharge。好，那是第三个实验呢。这第三实验呢，就是把 RC 跟7414两个结合在一块。那两个结合在一块那结合的方式是这样我们把一个7414的 output 接上一个电阻，再接上一个电容，这样是不是可以对它，如果是它是 high， 它就可以对它充电那这个呢，我们当做是 output， 这个 output 又接回到自己的 input 自己 input， 那形成一个循环，这样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这个输出就是会 high low high low 一直在那边那个切换，所以它变成一个那个很简单的那个 clock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周期性的讯号，那个 clock 的一个产生器那之前呢我们就会把它拿来点LED 所以说我把这个地方呢加上一个电阻然后加上一个 LED 那 LED 呢有长短角长角是正，所以这边接到一个电阻，接到它，然后另外一个接到这个 ground 这样接起来了，你就看到 LED 呢就会在那边闪烁等一下影片你就会看到。好，那可是我们在做量测的时候呢，请你这个先拆掉因为它还是会影响到它的周期的这样可能就准确度会差很多所以呢请你这个先做这个实验，你可以把它这个拍个照也可以就是有亮的跟不亮的应该稍微拍1-2次应该看得到那在量测的时候请你把这个拿掉那这个实验3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记录那个 A、B 两点的变化的这个样子这个 A 点呢是输出嘛，所以它输出一定就是高跟低就是 high 跟 low。那 B 点呢，它会讲充放电所以你会看到的波形呢，应该会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波形记录下来，然后这些这个电压的点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充电时间T2 是这里没有，这个是放电时间是这个写反的V1 是高的 V2 是低的所以放电时间是2到1好2到1这个应该是充电，老师这个是写反2到1是充电，1到2呢是放电 ，T2 是放电所以 T2 是放电时间，这是充电时间那最后呢我们稍微做一个计算 V1、V2、T1、T2 的理论值、实验值那一样就是用你刚刚量到的 R 跟 C 去算。好，那怎么算呢？这个放电比较好算放电是比较好算。放电呢，它从 V1 放到 V2 嘛，所以我们就把 VS 最起始的电压就是 V1 带进去，刚刚那个公式VS 带进去 RC 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带进去，你就算得出来T2 这个 T 去解这个 T 嘛，因为 V1 知道嘛 ，V2 知道去解这个 T 所以 T2 呢就会是负的 RC， 然后取 ln V2 除上 V1 这放电是这一条比较好算那充电呢？充电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充电会长得像这样。那充电的话等一下我们看到图它只这一小段其实充电是像这样，你只有这一小段所以就是我们必须类似这样截取这一小段那这一点的电压呢就是 V2 嘛，这一点的电压是 V1， 然后这个时间我把它叫做 TB 这个时间就把它叫做 TA 那你把它带进去充电的这个公式充电之后，所以你会得到 TA， 然后把 V1 带进去，你就可以求得 TA TA 就是这个式子，那 TB 呢就是 V2 带进去，你就求得 TB 是这个式子
啊，最后呢就把 TA 减到 TB 啊 TA 减 TB 哦，老师这个写反，等一下我再改一下啊，这个反了，这应该是 V1 V2 TA TB 才对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说，那如何去做计算啊？刚刚讲的那些式子怎么算啊？你其实可以用这个 Excel 啊，Excel 的使用方式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是 RC 嘛，那我刚刚讲 R 呢是大概是1000，C 呢是100麦嘛啊，100麦就是100乘上那个 Michael 是10的负6啊，Michael 10的负6，所以100乘上10的负6，它就会10的负4啊，所以这边就是写0.0001啊，那 RC 就是那个时间常数，就是2个相乘啊。那在 Excel 里面呢，这个像这个啊，你可以把它 Editor 啊是写在这里啊，你就直接写等于 V1 乘上 V2 啊 ，V1 在这里，这一个叫 V1 嘛，这一个叫 V2 啊，V3 这是 V3 要等于什么？这个乘以这个，所以你就直接写等于 V1 乘上 V2，Enter 啊 ，Enter 它就会变成0.1啊，那个数值怎么来？就是这个乘以这个。好，那其他的呢 VH 啊，那个图形看一下啊 ，V1 多少 ，V2 是多少，然后呢这个 T2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公式，这个，这个刚刚讲啊，放电的公式怎么算啊 ？T2 就是这个公式嘛，啊，把这个数值写到这个里面去啊，负 RC 什么什么，没有，这里就是写负，这是 R 嘛，这是 C 啊，然后那个 ln 括号啊 ，ln 就直接写 ln 乘上 ln 括号，再来是 V7 除以 V6啊，就是 V2 除以 V1。啊 ，V2 除以 V1，所以是 V7 除以 V6。OK， 所以你自己试用一次看看啊。再来呢 ，TATB 啊也是一样，刚有2个公式，就 TATB 把它带进去啊，所以这是 TATB 啊，然后呢 T1 就会是什么？这个2个相减嘛，所以是 B10 减到 B11啊，B10 减 B11。这个啊 ，TA 减掉 TB 啊，就是那个这个啊 ，V10 TA 嘛，V10是 TA 减到 TB。那这样你就会有这个是吧？理论值、实验值啊，理论值就是刚刚那个方式来算。好，那个是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那你就需要做什么？去量测这些点，高的电压、低的电压啊，像这个高的电压，大概3点多了1、2、3嘛3.4，量测我看到是3.4，低压大概就是那个200多啊，那这一点呢就是 0.92这是 V2， 这一点是 V2， 这是 V1 1.68， 这是 V1。大概是跟我们刚刚量到的这个特性差不多 0.92 1.68 OK 好，然后呢这个时间呢这108这个是1.2，这是 41.2这是量测到的值那计算的出来的值呢 T1 这个是 T1 是37这个是 millisecond 嘛，所以这个要乘以1000了，所以37 millisecond。这个呢是60 millisecond， 这108这两个数值差异就比较大这个可能差异还好这个数值差异就比较大我猜它的原因大概是就是它这个漏你可以发现它这个漏并不是零伏而是我们在放电的时候它的这个驱动是把它 drive 到零伏去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到零伏那或许是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事实上这些 IC 它的这个驱动能力是有限制的我们一刚开始看到那个 RC charge 跟 discharge 它的
那个电流啊是没有上限，假设是都没有上限，那个理想的情况啊，那事实上这些逻辑闸啊，它其实是有驱动能力的限制啊，所以我想应该是因为这些的关系，所以在放电的时候，它放的速度是比较慢啊，就是它的这个discharge 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所以它就比较慢啊，就是把电从电容搬出来的速度就比较慢。好，这个就是请大家去做记录的。好，再来呢，我们要做一个虽然蛮有趣的实验啊，我们把刚刚的 RC 充放电，再加上这个7414，那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很有趣的电路啊，就是自己会那个产生方波的电路啊，自己产生方波的电路。那老师现在用的是3、4 pin 啊，老师用的是第3 pin 跟第4 pin 啊，就是第3 pin 呢是 input， 第4 pin 呢是 output 啊，那我就是把 output 透过 RC 啊，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电阻，然后这是一个电容，那电容是接到那个 input 还有 ground 啊，所以就是输出呢对一个 RC 充放电，然后它刚刚我们那个 output 就是 R 跟 C 相接的地方，它是 output， 再接回去原来的第3 pin， 好，第3 pin 就是 input， 啊，那这样它会形成一个自己充放电的一个回路，啊，那这个可以做什么用？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当做推动 LED 啊。OK， 好，就是一个简单的那个 LED 闪烁的一个电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用示波器来观察说，那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它会做这样的一个闪烁的动作？好，那一样呢，我们先把那个看一下它的那个输出，还有那个输出跟它的输入的地方哈。那这个是我们看是第3 pin， 是这个是第3 pin。OK， 然后这个是 output。好，那我们来把它切到示波器上来看。好，这个就是示波器看到的样子啊。我们把它那个 trigger 的调一下 ，trigger。好，它其实是因为震荡的并不是很，震荡并不是非常的规律了啊，所以呢，它示波器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稳定的。没关系，你就是把它那个停一下，停一下还是看不来到，那我们就是用single trigger single trigger 怎么做？就是最右边的 trigger menu 那这样讲最右边的 trigger menu 在最右边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个叫 trigger menu 的东西你按了 trigger menu，
然后呢把它的 trigger 的这个类型改成 channel 2因为 channel 2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较是方坡啦，它比较好 trigger 把它 select 这是 channel 2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等一下好 trigger 2的时间 OK 好，因为把 trigger 2的电压要调到它可以 trigger 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用 single trigger 呢比较可以观察到比较好看的波形不然的话你看到都会是那个一直抖动，然后会有很多的讯号在上面跑好，然后来说明一下这一条线像三角坡这个呢是第3 pin 的 input， 然后呢这个线像方坡是它的 output 那它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假设呢它是在输出在这一点它其实在那个有一点的电压在那个上面在电容上电容其实是有电的然后呢它的输出变成 low 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RC discharge， 就慢慢的对电容放电因为这边是 low， 这边电容呢会有一个电阻，然后呢它会下地就会接到 low 了，不是下地，它会接到 low， 所以它就让那个电容一直放电，所以电容放电呢现象就是电压一直往下跑，所以慢慢的电压就不见了，然后呢可是电压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那个71次呢他就觉得这个电压太低了，我就必须反向必须反向，所以它就变 low， 要输出变 high。当它输出变 high 的时候，这个是电容的电压，输出变 high 之后呢，开始反过来，它对电容充电，所以就就充到这里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电压又太高了，它又反向所以就是这个的 pattern 一直重复的循环一直重复的循环好，那我们要记录的就是说，那这两个时间点这两个时间点是什么？这个跟这个这样把我们在做量测的时候，接下来你要做量测的时候记得把电容跟不是电容，这个电阻跟 LED 拆掉拆掉，那影响那个它充放电会比较小那量出来的数值会比较准确一点因为这个还有电容在这边就会影响到它在那个充电的时候那所以呢我们在量测这个只是让大家去观察它这个可以怎么用但是我们在量测之后请你还是把这个去掉把这两个去掉如果把 LED 拿掉了它大概会是这样会有一点不太因为 LED 会分散到它的电流所以这个是充电那放电呢？放电是这样大概是108 millisecond那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记录然后知道它的 input大概是怎么变化，然后会造成它的 output另外呢，你必须去看一下它的 output 会到几伏特了 output 我们看一下 output 会到几伏特可是这个output 大概是它的输出其实没有到很高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输出事实上是到3.4伏而已它输出只有到3.4然后它的 low
load 是320 millivolt 啊，就是它的输出啊，这是它输出的 load 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根这个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load 啊，这个根看是200，然后 3.4， 那这个再抓一张图啊。那以上我们就完成我们的第3个实验的记录，然后我们再来呢做一些跟我们的理论值啊稍微做一些对照。